看一下手机有没有通知。目前用没有。有吗？没有哎、立即观赏直播有啊，看到通知跳出来。嗯，对，很难不让你不进视角，哎，很难。看不到我。应该还好，看一下。应该有声音吧？也有。Hello，Hello，九点开始，九点开始，今天就聊聊天而已。Hello，Hello，进来可以先在聊天室答案。我准备一下，九点开始。鸡那样放。
你说我在直播。Hello，声音可以吗？声音可以吗？我前几次直播完还是回去看我那个直播的留档，然后就发现，就是我的那个直播软体是可以开那个什么噪音抑制，然后我都没有开，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都有一个那个白噪音，然后我这次就有开了，我不知道声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就在没讲话的时候，声音会不会好一点？今天就是聊聊天啊，因为就是我发现我那个直播礼拜六的那个投资账户记录的直播还是问题太多了，想说我就多练习一下那个直播的设定什么。然后我有第一个那个荧幕，就是辨析型荧幕还没有来，就是有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啊，放在这边，然后就可以看那个聊天室，就不会这么麻烦。剩下我一个没错，我先放看看声音。有听到什么？我说声音有没有迟迟或叉叉声音？没有，很正常。很正常。不统一耶，哇，
不到呢？对，你在按。嗨嗨嗨！有人可以在那个聊天室打安安，那我穿。也不用。今天很突然啊，今天刚好看到有趣的话题，想说可以跟各位聊聊。大家感觉应该是平日没什么人。哎，阿肥，嗨，今天不会就只剩我跟你了吧，阿肥？今天是突然那个突然开直播，没有，今天刚好就是上礼拜那个直播还是有点混乱，什么画面没切什么的，我想说我就多练习设定看看，所以就想说那个今天也看到有趣的话题可以跟各位聊一聊，所以就想说开个直播，但是有点突然啊，所以我应该已经有想到会没什么人，但是没关系，我就跟大家互动一下。但是我有买个那个辨析屏幕，还没到，不然我就可以看聊天室，然后我这边就边直播。但是今天还是要这样子切一幕的。哎，还有一个人呢，我要点名了吗？那个有在看直播的可以聊天室打字，可以聊聊天。今天风很大哎，今天那个超冷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嗨，玉婷、安安，
我不知道大家住在哪边，但我是住在宜兰。今天那个下班的时候，到那个到那个转运站那个附近，那个风超大的，我看到那个树好像快被吹断了。然后我去吃晚餐的时候，那个风也是吓死人。然后那个都是寒风刺骨啊。哦，四个人了，四个人了。嗨嗨嗨，五个人，五个人，有吗？那个来的在聊天室打安安。今天突然那个突袭直播，但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天啊，就跟聊天室大家也可以，就是无聊就当聊天这样。哎，六个人，六个人，好了，那我差不多要开始了，差不多要开始了，那我就开始讲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啊，就是这应该是台湾首创的，台湾首创的，有画面吗？确认一下。现在还是单荧幕，那个另一个荧幕还没到，所以我现在还是一样一个荧幕直播，我都要一直跳窗看，确认一下有没有画面。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应该有，应该有，有。啊，我念一下这个新闻啊，就是台股首创的00981A 竟主动买被动00500052，专家喊率先突破盲肠，那个铺妙招。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一档主动式的 ETF，那个统一发行的，叫主动统一台股增长00981A，然后绩效一码当先成为那个市场焦点，被眼尖网友发现，分别持有10871张0050元大台湾50被动 ETF，右手买9274张0052富邦科技被动 ETF，并称这是台股第一支套娃型 ETF。专家认为，这是基金公司统一投信经理人在法规限制下找到扩充台积电突破盲肠妙招。然后什么投资粉团这个谁？基金黑武士指出，目前垃圾盘形势下，高含基的元大台湾500050表现领先主动型竞争者，关键原因在 ETF 受分散风险与法规因素有10%的天花板限制，这个就是它只能投单一个股或者什么最高10%，但是00981A 直接再买0050跟0052扩充台积电投资空间，算是率先突破市场。统一投信不对个股进行交易进出交易进行评论，另有理财专家分析，主动式基金 ETF 受法规与风险分散限制，单一持股上限通常仅10%，而被动式 ETF 先前有30%的 percent。目前金管会宣布松绑台股被动式 ETF 成分股的单一个股权重上限，符合相关规定，被动 ETF 纷纷申请提高持股上限。此次统一主动式基金并非被动式 ETF， 因此持股上限依受到限制。透过买进重压台积电被动 ETF， 说穿是碍于单一持股限制绩效挂帅压力啊。念完了，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档 ET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00981A 名字叫做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大家有看到这个 ETF 吗？哎，八个人了，八个人了，竟然在那个聊天室打安安，那我知道有谁。今天就想说，看到这个有趣的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这个就是台股应该算首创吧，就是等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基金投资组合。
你看它这是近年来就是近几天啊，台股上3万点都是归功于台积电嘛。然后，但是呢，它这个单一的这个基金，但它最高买今天就买10%而已，所以你看它这里台积电已经买满了，2330台积电3112000，就买了3112张，持股权重10.05%，已经买满了。但他为了追有台积电的绩效，所以呢，你往下看，他直接再买这个元大台湾50，还有另一个哪里？哎，富邦科技0052，这个持有9274张的0052，还有10871张的0050，它就是然后这两档就都是里面就有台积电，所以它就可以等于说就是可以再提高它的那个台积电的持股权重，就也算是用这个 bug 吧，算是用一个那个 Hi 这个 Z8221H8X 算 Hi 安安，就是用一个这种，等一下我荧幕又没在动了，等一下，还好我直接提前发现，不然我要一直在那边讲。诶，等一下，为什么画面又不会动了？有画面了。诶，没有画面那个聊天室要提醒我一下，不然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继续讲下去了。大家有看到吗？就是这一档 ETF，它是一个主动式的基金，然后它直接突破那个10%单一个股的上限。你看台积电已经买了3112股嘛，然后3112张，然后持股10%。但为了突破这个上限，直接在下面这里再买这个0050，买了多少？10871张，然后还有这个00529274张，所以它是为了突破那个各国限制，但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就可以无限回圈嘛，对不对？就是正常来说，你会去买一个主动式的 ETF 的基金，就是希望怎样？希望它的那个经理人可以帮你分散那一些资产配置嘛，然后看能不能打败大盘嘛。结果呢，他们竟然拿你的钱啊，直接再去配置那个被动型 ETF。这个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但简单来说，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呢，你今天到餐厅里面，你今天走到一家餐厅里面，那你就给他2000块，给他5000块，跟他说，哎，我要一桌好料的，然后请你们主厨帮我煮好料的。然后呢，这个主厨呢就拿着你这个5000块，然后跑到隔壁的那个餐馆，然后帮你点了几样菜，然后把它端回他的餐厅，就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餐厅里面最屌的菜色哦，因为隔壁太好吃了，我就直接买隔壁了，差不多就是等于这个概念。然后呢，重点呢，他还收你那个进去这家餐厅的那个什么服务费，10% 的服务费。那你就想，哎，那为什么不要直接去吃隔壁那一家就好了？哎，10个人呢，10个人呢，那个进来的在那个聊天室打安安。今天突袭直播啊，哎，12个人呢，很多人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看到一个台股乱象，算乱象吗？就是算是蛮特别的啊。就是这一篇新闻，我也把那个链接贴在那个聊天室好了，不然我怕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嗨，李嘉玲，安安，我的另一个荧幕还没到，我现在还是必须一直跳窗才能看聊天室。哦，今天就是看到这一篇新闻，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主动式的 ETF，然后去买那个，为了提高配置那个台积电的权重啊，直接去买，就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直接去买0050跟0052，
为了提高那个台积电的持股权重。简单来说，就这件事情啊，有吗？今天有人有关注到这件事吗？有关注到也可以在聊天室打+1。然后第二个就是带大家看一下另一个网站，就是这个，看一下画面有没有切过去。有，这个是玩股网的一个网站，它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台股 ETF 受益人数排行，就他们会把他们会排行一些那个 ETF 的一些，例如什么内扣费用啊，然后整年的报酬率啊、殖利率啊、资产规模啊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简单来说，我后面有拍一支影片啊，大家可以如果有订阅我频道，应该之后我想一下会在什么时候上，应该是下下礼拜明天会上片，明天上一支片，然后下礼拜大家就会看到一支影片啊，在直播先跟你们透露，那支影片就讲 ETF， 介绍 ETF 的，但还没上网，应该是可以先打个广告，就是反正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那个看 ETF 的是用一个投信投顾公会，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ETF 的资料。这个不是这个，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ETF 的资料。对，我是那个影片，我是用这边跟大家介绍的。就你这边可以直接查询所有的 ETF 的状况。但它这个版面比较阳春一点啊，但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官方的来源吧，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基金。我们看能不能看到统一那一家，统一投信。哦，这个就可以就直接在这边例如打 A0009统一投信，然后这边所有基金你就按查询，就可以找到所有的统一所发的基金，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手续费跟交易税啊、保管费这些会占比多少。对，然后第二个网站跟大家分享这个玩股网的这个台股 ETF 受益人数排行。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堆 ETF 的一些资料，包含它的现在市价啊、涨跌啊，然后均量啊、资产规模，然后近世纪殖利率、年报酬率，然后内扣费用，还有一些受益人数。我觉得比较酷的是这个受益人数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月有多少人赚钱，就是因为这样 ETF 赚钱。今天聊天室怎么那么冷淡？都没人要跟我聊天吗？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聊天室发言啊，我看到都会回。其实今天就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网站而已，没有特别准备。就是我那个礼拜六的直播太混乱了，然后那个切画面都没切，所以我就想说平日有空我就来直播一下，然后顺便练习一下我那个直播的切画面技巧，不然每次都那个画面都没切，然后我自己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讲，超像笨蛋的。大家今天有超级无敌冷吗？我今天早上那个走在台北的街道上，走在上班的路上，那个真的是寒风刺骨啊！就是我连穿长裤然后我都觉得我的腿是冷的，真的太冷了，大家真的要注意保暖。哎，有人发言了，哎，红鱼帮你好，请问00928及1229可以长期5年以上存股吗？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00928是什么。
感谢你的发言，不然我的直播会变成独角戏。00928吗？好，那我来看一下00928是什么。中信上柜 ESG30是这个吗？中信上柜 ESG30吗？我下礼拜三会上一支影片讲 ETF，来跟大家讲要怎么选 ETF。00928是中信上柜 ESG30。好，那在那部影片我会跟大家说要去哪边看一支 ETF 是什么选股的。好，那这边就是你要先看这个一支 ETF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追踪的指数，它怎么选到那一篮子的指数的？那你知道它中信上柜 ESG30是追踪什么指数吗？还是你知道 ESG 是什么吗？ESG 应该这几年蛮夯的，就好像是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好像是什么环境吧，然后跟公司治理吧，还有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吧，是这样。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网站，通常都会设计的非常下趴。小兵立大功，股市黑马一次网罗，中信上柜 ESG30，来看一下，他这边都会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天人名茶，然后他持有哪一些，但是其实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重要。重点呢，你要先去找到一个东西，就是它追踪的是哪一个指数，就是它这些东西其实找到了，这里吗？你要先找到这家，哦，追踪指数看到了吗？诶，画面我切没切？等一下，我现在切一下画面。我现在要讲前，我都会先确定了，确定这个画面有没有切。嗨，红鱼帮，你有看？你应该买这个什么 ESG 上，你应该买这个 ETF，你应该有到这个网站看过吧？中国信托投信网站，你看他们设计的这个 UI UX 很漂亮，你应该有到这个网站看过吧？那这些东西呢，你就当看看就好，这个都不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宣传用的。所以呢，最重要就是到这里，下面这里小档案的这个，哎，我把这个链接贴在聊天室好了，贴在聊天室好。我教你们怎么看 ETF，但我下两集的那个，哎，下礼拜三会上 ETF 的资料啊，这一集今天就先跟你们讲，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发问了。好，那它最重的是什么指数呢？它叫台湾指数公司特选上柜 ESG30指数。那你就接下来就是到这个网站，我看一下画面有没有切。等一下，有没有画面呢？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太难用了。等一下，我直接截取我的荧幕好了。算了，截我的荧幕也怪怪的。等一下，我切一下画面。等一下，状况有点棘手。有了。哎，怎么一片黑呢？哎，真的哎，不能直播这个网站吗？等一下，怪怪的哦。这网站是有什么？我只要一直播这个网站，它就是全黑欸。有，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吗？红鱼帮，你有看到这个画面吗？台湾指数股份有限公司的画面。
有 OK， 感谢你的回应。好，接下来我们刚刚说那一只那个追踪的指数叫什么？这个台湾指数公司特选上柜 ESG30啊，上柜 ESG30，那你就这边查一下上柜 ESG。哎，你有看到这里一个这个名字很像的吗？Smart Beta 型上柜 ESG 指数。等一下，后面没动。右上角这边搜寻那个上柜 ESG，然后你就会找到这个 Smart Beta 型上柜 ESG 指数，应该有看到吧？有，好，那你就从这边点进去看它的介绍，就是你那个刚富邦那个网站，这个不用看那么多，你主要看这边比较重要，因为那个富邦的那个 ETF 呢，他们就是公司投了一堆钱，然后来追踪这个指数，这样发行一个 ETF 来追踪这个指数，所以你就只要去看这个上柜 ESG30指数的一些资料。好，那你就可以先在这边看到，它近一年的表现是28.15%，近3年是21.77%，然后年化标准差是这里，近一年是30.81，然后近3年是23.37，然后这边是近1个月到近5年的那个累计报酬率。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里，台湾指数公司特选上柜 ESG30指数编制规则，在2023年2月14发行的。这个连结呢，就按下载。然后他会把一些跟这个解释这个规则有关的东西放在下面，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哦，这里就可以打开，你看一下有吗？那个有看到这个画面吗？应该有吧，一个 PDF 档。然后他这里就会开始跟你讲，哎，他是怎么选的，看能不能放大一下。他这边就会写他的采样的母体啊，然后是什么柜买中心上柜的普通股票，然后排除一些什么管理啊、新柜，然后一些什么停止买卖的，哦，这都正常都这样。采样范围，指数母体中排除高耗能跟高污染产业，然后你就要看这个2，它怎么说的？高耗能、高污染是怎么定义的？就是说什么，在这个什么要点上划分钢铁、塑胶、化学、油电燃气跟橡胶工业者，哦，这些都不能选吗？那这你可能就要去了解这个要点了，就是它这个什么产业类别划分的要点。哦，所以它这个高污染产业这些都不行选哦。哦，像什么钢铁、塑胶、化学、油电燃气、橡胶，哦，这些行业都不能选。像什么中钢，哦，钢铁不能选，这样，所以他就已经先把一些行业排掉了。那你就可以去想一下，哎，排掉这些产业是有逻辑的吗？你觉得这个是跟报酬有相关吗？就是排掉这个中钢，好，例如中钢，你觉得它是污染产业，然后就把它排掉。但其实我们投资人其实比较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你选的这个因子，就你的择股的这些条件应该要干嘛？要可以为我们带来报酬嘛？报酬比较重要。除非你投资这个 ETF，你想要为了这个环境，当然你也可以为了环境尽一点心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在产业就先把一些，依据一些跟报酬无关的筛选标准，把一些产业筛选掉，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逻辑，因为我觉得一个投资人应该还是要专注在报酬率上面啊，所以这个产业我这个排除我是觉得不太认同啊。那下面会先再进行一些成分股的筛选，像流动性检测，还会用12个日历月成交金额中位数，从大排到小啊，前20%就是一定会通过。那这个接下来12个日历月中至少8个月自由流通周转率达5%，然后后面这个自由流通周转率你不懂的话，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边就会开始根据一些指标去筛。那这边我就不细讲了，就是你可以去认真看一下这些指标，跟它筛出来的股票，你可以先单纯去看这些指标，例如说近4季营业利益总和大于利这件事情，这个红鱼帮，你
你好，你知道这个营业利益是什么？你有学过会计学？你有学过会计学吗？哎，你好，在看直播吗？没有，你没有学过会计学。OK，那我这边跟你解释一下营业利益是什么。好，那你就，哎，我先开一个财报网站，这个你看一下我的影片，你就会知道我用怎么看财报。我通常呢是用这个 Good Info，画面又没切了，等一下哦。哎，你有看到这个 Good Info 台湾股市资讯网吗？哎，有，应该有看到。好，那你里面呢，你就随便点一只股票哦。你刚刚说上柜的嘛，那我们就看这个上柜的。上柜有哪一些公司呢？个股市况，我这边到其他连接，股票一览，你这边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股票。那这边是看到很多产业。那刚那个 ESG 的那个，他说什么？这个塑胶、钢铁、化学、油电、燃气、橡胶，他们都是制造污染的公司，所以不能选。所以呢，你这边这个像塑胶工业，然后呢还有什么橡胶工业，这个都是高耗能跟高污染的，你的这个 ESG 这个30就不会选到它。这已经是上柜类股了哦，上柜类股，你要点到上柜类股，然后我们就看一个，随便点个产业好了。哎，你刚刚是不是有说另一家公司？你还有说，哎，等一下，这个阿寿是阿寿吗？是台湾股市吗？哎，是，最近刚开始看你的 YouTube，哎，感谢。哎，你刚刚我看一下，1229对不对？1229应该是一个股票代码，那我们就直接看1229，联华，哎，我们就来看一下联华。那你点到这个联华呢的这个，你上面收入1229，就会看到联华。那联华是做什么的呢？你就可以先看这个基本资料。哦，联华是做食品的，食品工业的。然后它这里有它的公司网址，然后我也看一下联华是做什么好了，搞不好我吃过他做的东西。陈蒲勤盛这是他们公司的那个理念。哎，关于联华，我看他有做过什么，那你这边就可以看一下联华，有吗？有画面吗？有。然后你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是这个投资人专区，你有看到投资人专区吗？然后这里会有财务资讯，会讲公司的一些基本资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每月营收、公司基本资料跟财务报告，对不对？你这边就可以看到每一季的财报。那你刚刚说你看不懂财报嘛，所以我可以大概带你看一下财报。我看一下，因为我都是最近因为玉山金控收购商售才开始留意台湾股市，目前我都是只是持有 TSM 在93块买入。哎，阿寿你是哪一国人呢？你是买台积电吗？就是 ADR 哦，香港人哦，那你很厉害，你来投资台股。我们那个台股呢，最近刚上3万点，然后都是那个台积电赚翻了。那你是用那个 First Trade 买吗？还是你是用香港好像会用不同的？好，我们先IB 啊，那你93块买台积电，你应该也是赚翻了。我大概看一下，哎，我们自己国家是买台湾的话是买2330啊，那你是买 TSM 啊？哎，大家知道台积电最近是已经变成世界第6大的公司了吗？打败了那个 Facebook，它的市值现在只输了5家而已，就是 NVIDIA、Apple，还有 Google 那个 Alphabet 嘛，还有谁？
还有 Amazon 跟 Microsoft，所以现在我们的台积电是排世界第6大的公司，全世界护国神山，没错。我先继续回答一下那个红鱼帮的问题，那问题可能也是大家的问题。好，那这个投资人专区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用看，因为我刚刚说财报你就用这个 Good Info 的网站看就好了。那你这边可以看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法说会资讯，法说会资讯，这个就大家就可以随便看，大家看一下，就是你要投资这家公司，其实看法说会的报告比较有用，因为法说会的报告是别人去问他们公司。红鱼帮你知道三大法人是谁吗？三大法人在台湾有三大法人，那个阿寿你应该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台湾的法人有分3种，就是外资、投信还有自营商。那外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台湾的公司，你知道哦？那你很厉害。然后投信呢？投信就是你刚刚那个什么中信投信啊、统一投信啊，这些是本地的本土券商的这种。那还有自营商，自营商就是他们买卖量比较小，就是一些会给一些自营部位。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OK， 好，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要查一下三大法人。三大法人，我们这个台湾证券交易所每天都会公布这些三大法人来我们就是他们的交易，因为他们交易的部位非常大。那这边就会解释，就是自营商表示证券自营商专户，投信表示本国投资信托基金，外资及入资表示依什么什么办理法，反正就是三大法人在我们就是主要是在我们台股的那个买卖当中占很大的权重。那外资就包含什么？就是国外的那一些很有钱的，太多了，我等一下再带大家看好了。我先一个一个讲好了，我这样讲不完。然后那简单来说呢，这个法人说明，这个法说会就是我们就可以档案下载，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法人会去问他们公司，请他们公司分享一下他们公司最近表现的如何。画面没切到。那个红鱼帮你有跟上吗？我是在这个什么联华实业控股投资人专区的这个法说会资讯，然后点第一个这个法人说明会简报下载。那这个呢，就是一家就是他们那些法人会去call公司，就是问，你最近公司表现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想要投资这样。然后呢，他就是在2025 10月25号做这个 PowerPoint，然后跟那个法人说明他们的公司状况。有，OK， 好，那你这边呢，你就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营运状况。像这个他们会说他们的这个目前从109到114，他们是做什么？面食事业，台湾大陆占他们营收的39%，资讯整合占46%。资讯整合奇怪，等一下，怪怪的哦。你看，等一下，他们是一个食品的产业，但他们做这个资讯的整合的营收占的比他们本业还多，那你就要想，奇怪。例如，我今天是开餐厅在煮饭做，例如我今天是卖炒饭的，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这个营收的主要来源是卖雨伞，因为今天下雨去卖雨伞。你这样觉得这个有逻辑吗？我觉得怪怪的。然后还有这个股利收入神通，这是怎样？对吧？他们公司有去拿他们的钱去转投资其他公司，然后他那个股利返回到他们公司身上。那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误本业呢？这个你就要去关心一下。那等一下我们从他的财务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有没有误本业？就是你一定会希望，例如今天台积电如果不做晶片呢，他们去做游戏，你也会觉得奇怪，你这么会做晶片，为什么不做晶片呢？那他们会发生这种状况，通常有2种可能。第一个呢，
不是他们不务正业，是他们正业可能快赚不到钱，他们必须要找其他业外的收入，不然他们公司要倒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瞎搞，他们在瞎搞。好，那这边报告大纲啊，这边开始讲他们财报，他们的营收有多少啊？这个是营业收入跟营业净利。那等一下我们看财报的时候再看。然后这里啊，这个营业外收支啊，这些都是财报，财报你就不用看啊，就这样没了。等一下，太紧张了，等一下，啪，没了。等一下，不是做效果，我不是在做效果，又没了、欸。就是我大学做的那个报告比这个丰富红鱼帮你没看错，就是他们就只讲了他们的有3点嘛，营运报告、财务报告跟 Q&A， 他们就直接进 QA 了啊 ，QA 这个我们就看不到，但是通常会有录像，就是有一些公司会有那个录影，就是法说会有录影，或是股东会或是什么会有录影，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录影带，你就可以看到 Q&A 他们讲了什么。但这个我们就先暂时不看了。反正他们的那个有点少，那我就继续讲下去，要讲一下怎么看财报。红鱼帮你还在吗？你有跟上吗？你怎么会得知这个联华呢？联华这家公司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蛮好奇的。其实我都阿豆说，其实我都觉得台湾的法说会最大问题就是太简陋，而且不懂得怎样说好自己公司的故事。对，法说会很重要，法说会很重要。就是有一些人做的策略其实是以法说会为主的。你说的是 PPT 哦，确实。法说会刚刚讲就是从他们官网可以看，那还有个地方也可以看法说会。好，那还有个地方可以看法说会，我也讲一下好了。这个那个什么阿寿你可能就不知道，因为他是台湾人比较会知道，它叫公开资讯观测站。公开资讯观测站，但他们好像改版，你要打旧版，因为我都是习惯用旧版。这里，我切一下画面哦，有吗？公开资讯观测站，这个我也把这个丢在聊天室里面。台居用1229的气体，用它的气体哦，我知道你讲那个气体的概念是，例如说他们做 ESG 嘛，对不对？然后会跟他买那个可以排碳的那些碳权嘛，是这样吗？这个就是公开资讯观测站。好，那我讲一下这个网站怎么用。这边呢，你会在上面找一下这个法人说明会一览表，然后假如你这个上市上柜，你这边自己选，然后选1月份，就按查询，有吗？有看到？我看一下画面有没有跟上，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看到未来哪一些公司要开法说会。那我们就以刚刚那个法说会为例好了。我们刚刚在看哪个？我们刚刚在看联华，然后他说这个 PowerPoint 是几月几号的？2025 12月5号。那我们就去找一下，他说上柜嘛，然后114年12月。或是你这边直接输入他们的代码1229联华，你看查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哎，哦，有了，看到吗？这也是一个查法说会的方式。哎，你贴的有点多，我看一下。他说，集团旗下所属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只有联华，然后什么联强国际、神机控股，联华实业控股。哎，对，那、你说他们是跟什么台积电买气体吗？买什么气体？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好，我先带你看这家公司好了。但是其实，你不要只看那些新闻，就这家公司到底赚不赚钱，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那我们等一下看财报的时候会带你看它赚不赚钱。那我先跟你讲，第二个查这个法人说明会一览表是在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这个法人说明会一览表这里，然后你自己输1229就会查到。然后这里就会有中文档案、英文档案，公司网站是否提供法人说明会的相关资讯，还有影音连接资讯，有没有？我说他们都会录影，都会录像。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报告，然后你后面这边就可以听一下 Q&A。哦，7读，OK。那所以如果是这2个迅捷投资建案的这个营统一收证券贡献或者是获利的贡献，哦，他们是线上的，有吗？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这家公司，也可以跟这些法人一样去听一下他们公司的报告。那在这里，在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这个影音连接这边。好，那我那个法说会就大概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会看一下怎么看一下公司。那你这边还是可以有一些，你可以看到未来哪一些公司会开法说会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一些会先丢档案，那你就可以先去看档案。那你看到这些档案，你觉得如果是利好的话，你可以进去布局之类的，有可能也可以想到类似这样的策略。但是其实只要一公开出来都是公开资讯啊，其实都会反映在价格上。好，那我先看一下刚刚那个财报，联华，那我就开始讲了，应该有画面吧？哦，没画面，等一下，切一下。好，应该有画面了。那个，红鱼帮，你好。第一个，你看到这左边呢，你要先看最重要的就是那些财务资讯，财务公司资讯是不会骗人的。这3张表，会计有三大重要的报表，第一个是资产负债表，第二个是损益表，第三个是现金流量表。那哪一张表最重要呢？就是损益表，就是这家公司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是最重要的嘛。所以我就先带你来看这个损益表。然后呢，它这边可以选你要看合并的报表还是个别的报表。合并的它就会把一些子公司也含进来，然后个别的呢就可能就是它主公司这样。那我们通常看的都是看这个合并的单季或者合并的近4季。那我们先带你看一下合并的单季，有吗？那个红鱼帮你有看到这个联华的财务报表？应该有啊，应该有。那就先继续讲。那我们刚刚说那个 ESG 那个，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叫做什么近4季营业利益总和大于0，有看到吗？有。好，那什么是营业利益呢？营业利益就在这一行，然后近4季呢，你就把这上面挑成近4季。如果这个是大于0的，它这个股票就会选。那如果它这个营业利益是小于0的，就会不会选。那我先跟你讲一个重要的，你要主要先看它的本业获利。那你没学过财务报表，那我大概跟你用一家开店的状况下来跟你分析讲一下财务报表是什么。好，那你先看它近4季，2025 Q3 到2024 Q4 的4季，它营业收入呢总共赚了129.4亿元，那营业成本就98.03。我先假设它是一个卖面的一家面店好了。那它的营业成本是什么？就是面团面团就占了98，所以呢，它的毛利只剩下31.32，
那这个右边有这个百分比嘛，也就是100块嘛，只要一碗面卖100块的话，它这个面团就占了75.8%，那它的毛利就只剩下24.2%，这一碗面就这样卖一碗，它只能赚24.2%。但是不止24.2，因为它要什么？它要人力啊，对不对？它要雇佣它的店员啊，还要它的那个瓦斯费，瓦斯应该算成本，就是一些费用。费用的话，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例如什么水电、瓦斯这种叫什么？这个叫营业费用啊，10.2，它可能会分比较细，它这边跟你讲有哪一些费用。第一个是5.36，例如他要打广告，为他的面店打广告啊，管理费用呢，就是管理这个面店要花的钱，研究发展费用，还有预期信用减损损益。但其实你就把它统一看成这个营业费用。那我们刚刚说它的面一碗只赚24.2，还要再扣掉这些成本，所以它最后呢，这一碗面就只赚了14块。假如一碗面卖100块的话，就变只赚14块。网络慢一拍，网络慢一拍吗？那可能是我这边有那个，我刚刚讲你有听到吗？就是怎么看财务报表，就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减营业费用等于营业利益。那你就想象一家面馆，就是营业收入嘛，就是卖面嘛，然后营业成本就是面粉啊、然后营业费用就是那些水电瓦斯，然后营业利益就他最后赚到的钱。有，那你这样有懂这个财务报表意思吗？所以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营业利益不能小于零。就是营业利益小于零的意思，就是你卖一碗面你要亏10块，那这家店的等于说这家店的商业模式很明显就出了问题，很明显就出了什么问题。那你今天呢要把这个营业利益拉高，有什么方法？第一个就是控制你的成本，就是你看能不能一次买更多的面粉啊，对不对？然后叫那个面粉变便宜一点卖你这样，或是呢去控管它的费用。那如果你控制第一个，就营业收入变大嘛，对不对？营业成本变少，这个毛利率都会变高。那这个费用率呢，要尽量降低，把毛利率变高，费用率降低，的营业利益就会变多。那只要一家公司，我们看一下单季的表现，其实它表现也不错，不得不说。我们先看近4季好了。你看，你现在看它上一季嘛，接下来你就要看一个趋势，你就只要看右边这个 percent 就好。你看8.94%、8.97%、10.3%、9.52%、12.5%、14%，代表什么？他现在假如他是一家面店，他越卖他的面呢，他从原本每卖一碗面，他能赚到的那个 percent 越多，所以这个他本业算不错，都有在成长。那这个本业要怎么？其实不能单纯只看他自己的公司，就是它是食品产业，你只要把整个食品产业它的那个同业，我看这里有没有记载它的同业？同业可能就要用看盘软体才能看到的。好，没关系，我先继续讲。那一家公司呢，它要从小市值变成大市值，它就一定要经历2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营业利益那个 percent，营业利润率要越变越高，逐年越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营业收入要成长。但是很可惜的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营业收入它在2024的 Q2，这边都讲的是近4季哦。原本呢卖面可以赚140亿，然后140亿、129亿、123亿、129亿，所以它的收入是没有在扩张的啊，就是它的面店呢，就是卖的那些面，就是都赚到的钱是越来越少的。虽然它一碗面赚越多了，但它的那个面是变少的，那这个东西会怎样？它的规模就会变少，就没有变大。所以它到底有没有赚钱呢？就是一碗面越赚越多，但是它的那个面店没有扩张啊。简单来说这样。
阿寿这里你有发问，他说其实我都想知道台湾大家会买什么行业的公司作为收息，以产出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吗？那我这边跟大家讲，跟阿寿讲，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以这种收息的方式呢，那我们大家其实都是买一档 ETF，就是这里，我看一下，在元大高股息，然后没切到画面，我切一下，奇怪，画面又没了。等一下，我切一下。有了吗？应该有了。我贴在聊天室给你，就是我们台湾呢，普遍想要赚这种收息的话呢，我们投资的都是这个0056元大高股息这家公司，这个 ETF。但是我自己呢，我是没有很看好这种收息的，就是因为它长期的那个报酬率呢是没有市值型的 ETF 好的，就是这种高股息，其实你自己看啊，它的它的年报酬率12%，那你看0050的报酬率呢有42.2%啊，所以那个收息你永远是赢不了那个市值型的 ETF 的。那收息的当然还有很多种资产类别，但是在台湾的我不确定还有哪一些，但是在美股的话还有很多种，例如有房地产的，你有听过 REIT 吗？REIT 不知道那个阿寿有没有听过 REIT？还有一些叫特别股，这两个东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或是美债，这些都是比较会以收息去获利的。应该有回答到你吧，阿寿？这三个商品你可以去找一下。红鱼帮你还在吗？红鱼帮你还在吗？我们还在学哦，还在学哦。哦，这样跳来跳去会不会很乱？我应该先好好回答完一个人的问题。红鱼帮你有懂这个财务报表的损益表怎么看的吗？有，OK 啊，你现在才学完第一张表啊，第一张表的本业获利，那你要看第二个呢，是它的业外损益。来，业外损益你这边看它有几个东西，好，那我带你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股息收入啊，股息收入就是他们去利息收入啊，利息收入要怎么有利息收入呢？就是他们去借钱给别人，然后收利息嘛。然后其他收入还有其他利益及损失、财务成本，你看最大项是哪一个？是这个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之份额啊。你要是看不懂呢，你就把这一段复制到 Google 上面去查，就知道是什么。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是去投资其他的股票啊，赚到的钱，就是这一项。现在那个 ChatGPT 很好用嘛，你就去问一下 ChatGPT，说这个在财务是什么？白话文。那我用 ChatGPT 来回答你。他说这一句话呢是这个会计用语，白话翻译就是投资别家公司，虽然没有完全拥有，但要按持股比例把那家公司的赚或赔算一部分进自己的公司损益。这样有懂了吗？简单来说呢，就是子公司的意思，就是子公司的意思。这边他应该都有解释一些状况。然后你看他从子公司赚到了多少钱呢？然后这边会教你怎么算这个东西。
假如 B 公司赚1亿元，然后你持有它30%股份，你就会认列3000万过去，就是这样。好，那你看一下，它这个业外损益赚了多少钱？赚了39.4亿，39.4亿，还在 ETF。哎，等一下，哎呦，真的会忘记切。好，这样应该有画面了。Sorry， 我再讲一次。就是业外损益这边，刚我在讲业外损益这里有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其他利益及损失，财务成本，还有什么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关联企业什么及合资损益之份额，然后业外损益合计是39.4亿。那我刚说它是一家面店的话呢，他自己卖面赚了18.7亿，但他们去投资其他的公司赚了39.4亿。简单来说呢，这家公司就是不务本业，因为他们是用投资在赚钱，他们不是用自己经营面店在赚钱的，所以他们不能叫食品公司，应该叫投资公司。然后这一项，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去问 ChatGPT。我刚刚帮你问了，应该有画面。它这一项的意思就是，公司投资的其他公司因为持股比例不低，所以不能只计股利，要把对方公司当期赚或赔按持股比例算进自己的损益就是这一项。所以他投资其他公司赚了多少？赚了34.17，他们自己卖面赚了18.17。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刚刚的法说会呢，我有带大家看他的简报了嘛。他法说会投资其他公司投资了这么一大块的这个收入，结果他们都没有列他们是投资了什么公司，这就怪怪了。看一下，这里还有讲联华气体，这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气体吗？联华气体、联成化科，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比例真的是不是很好。那你就要去了解它这个气体跟这个化科是什么，我是没有了解。但是我觉得一家公司呢，应该要务本业，就是如果它长期都是靠业外收入的话，它的公司也很难成长的很大。假如你一家公司投资股价30块，要变成60块，就是它市值要翻1倍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很遗憾，它比较难翻倍。对，因为他们的翻倍，我刚刚讲，就是它的本业的营业收入呢，要逐年的垫高，然后呢，它的营业利益呢，要营业利润率这个14%、12.5%这要慢慢的变好，这家公司才有投资的价值。这种我讲的这个方法是成长型的投资方法。ETD 之前就更加不值得买入 ，COVID 的时候基本上无险可守，因为台湾银行改革路上，玉山倾向走向一个国际道路上，保险、资产管理、银行销售三头马车。阿寿，其实我听不太懂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是有投资玉山吗？还是你是关注玉山银行？好，那我先继续回答那个红鱼帮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这里就是把税前利润呢，就是把它前面这两个加起来，营业利益跟这个业外利益加起来，然后所得税就是他们公司要缴的税，然后这里就是税后净利就是他缴完税后剩下的，然后这里呢，这有一些利利扣扣，但是你就先看它占比高不高。对。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权益工具投资未实现评价损益，这个呢又是在投资其他家公司了，赚了85.7超赚，所以他们公司都是一直在投资别人。所以如果你不懂那个财务项目呢，那个后面又没有换，我看一下等一下。有吗？有，应该有动了。就是你现在再往下看嘛，税前净利就是刚上面两个营业利益跟业外损益加起来的，然后所得税就是在扣掉税的，然后会变成税后净利。
那税后净利的话，你就再往下看，哎，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就先看那个数字大的是什么？这个不从分类至损益项目合计96.41，那再往那边看，最大的就是这个，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权益工具投资未实现评价损益，哦，很长，听都听不懂，但是你就直接把这个再丢给 ChatGPT， 你就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白话文。简单来说，这个也是在投资其他家的公司。他说，公司买了股票类的投资，账面价值有涨有跌，但还没卖掉。这些涨跌不算当期赚赔，先放在其他综合损益里。这样你有理解了吗？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股票账户打开的未实现损益的那个意思。就他们公司投资别人的未实现损益有85.71，比那个业外损益合计就是已经获利了结的有34.17，那自己公司卖面赚的钱呢是18.17，所以就是这家公司没有很误本业。好，那再往下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这边就是税后损益，然后再往下看，你有看到这个每股盈余吗？每股盈余，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是大家讲的 EPS，EPS 你有听过吗？哎，红鱼帮你有听过 EPS 吗？EPS 就是整个损益表跑出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这个每股税后盈余。我去喝个水，喝个水。有哦，那你就懂 EPS 是什么，就是你每股会赚多少钱。那只要这个 EPS 呢逐年上升的话，那也是好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前面是2.53、2.34、2.46、2.37、2.26、2.55，你觉得有一个趋势吗？就是平的，那就是没有走的特别好。好，那损益表讲完了，那和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就是代表这家公司目前钱还有什么都放在哪里。那这个我就不带你看了哈，这个我就不带你看，我用另一个工具带你看哈。但另一个工具是因为我现在主要看的是美股，所以我用另一个工具带你看，因为这个不是很好看，但我不确定这个看不看得到，我先去确定一下，因为我这个是主要是看美股的工具。哎，有，你先看有画面吗？OK，应该是有画面的。哎，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寿说什么。因为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无论是 Apollo、Brookfield，都是靠保险收取保险金之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idle fund。玉山有一个好处，其他企业没有。玉山自身有银行业务，可以借此作为销售。台湾银行果然玉山最没有家族特色，国际化的可能性就更高。哎，哦，哎，那花旗银行呢？花旗银行好吗？花旗不是也是国际的吗？还是它是不能算台湾的？对，我们台湾的银行很多都是大家族企业，像是国泰和富邦，这是台新，台新最近又把那个星光并了，所以现在又变都那种都是他们原本就是什么兄弟吧，就是都是家族企业色彩。玉山好像本来就比较少，然后你去看那玉山哦，他们里面都是用很年轻的那种行员哦，然后都听说很糙很糙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金融业工作，也有多少听闻。哎，有画面哦，好，红鱼帮，那我现在带你来看一下这个联华，我现在用另一个网站来看。好，这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版面了。那你刚刚带你看完损益表，那我们又再到这边看一下损益表。哎，你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代表现金流，现金流等一下要跟你讲。那我刚刚讲完的损益表呢，在哪里？就是这个表，我们把它放大。哎，有看到吗？我这边是
NI margin 是什么？NI margin 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怎么跳走了？我要注意有没有切画面。NI margin 就是我刚刚讲的营业利益，它叫营业利益的那个 percent，我通常叫营业利润率啊，营业利润率就是 NI margin。那我刚刚说什么 ？NI margin 要干嘛？要走一个趋势，像这里这样走一个趋势，一直慢慢往上走的话，就是好的公司。我的画面好像没在动哦，注意到了。哦，没有放大。OK，刚才我说的是哪一家？你说银行吗？我刚刚说是花旗银行 （CT Bank），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然后还有国泰银行，还有台新银行跟富邦银行，都是家族企业。好，红鱼帮，这个就是我刚刚跑完那个损益表，然后我现在用线，我这一样都是近4季的结果，用这个线来帮你看一下，就是简单来说，这个 NI margin 要往上走一条直线，那这个 gross profit margin 是什么？就是毛利率。刚说那个面扣掉那个面团的话，都是毛利率，然后也要往右上角走，所以你看近几季其实是有一点往右上角走的，对不对？所以是算还不错，但是它前面其实走得很好，然后这样走下来，然后这样最近呢，从这一季开始，10月吧，有慢慢在走好，走了几次都有往右上角走，但是刚刚就说有一个大重点，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收入没有顶上去，收入没有顶上去，要从哪边看呢？可以看一下这个表，revenue 有看到吗？有看到 revenue 吗？这个蓝色的这条，不是蓝色，这个，哪里？我的 revenue 怎么不见了？我有开出来吗？黄色的，黄色在哪？黄色线不见了，这个我很久没用了，等一下，只剩2个表了，发生什么事？CT Bank，这个 CT Bank，对，没有黄色，我重开一下，有出现黄色了。下面这张表刚刚讲过了嘛？有画面吗？有。下面这个就是你刚刚看的损益表那一些比率。那这个 revenue 这个黄色的，放大就不见了。哎呦，等一下啊，那我不放大了。有看到这个 revenue 吗？我这样给大家反白。后面好像没动，等一下切一下。有吗？有看到 revenue 吗？这条黄色的这条线，然后下面那个黄色的这个就是 revenue，就是刚刚讲的营业收入，就是他们的本业的营业收入没有上去，就是不是往右上角走一条的，所以你看它这里都是12多啊，然后前面是14啊，就一家好的公司的营业收入要上去，然后财务报表这些比率要往右上角走的话，才会真的赚到钱。主播安，嗨，帅哥，嗨，帅哥，我也是帅哥。晚上好，晚上好。然后，我还没回，那个红鱼帮应该有看到嘛？觉得他们的那个 revenue 就是营业收入没有上去，所以他们公司没有走好。那我带你看一下好的公司会怎么走。我们看一下现在世界第1名的公司，我们看一下 NVIDIA 怎么走好了。看到吗？看 NVIDIA 怎么走吗？你看它的 revenue，我们再看一下，它 revenue 就是原本多少？148，
165、187有没有？下面从这边开始，96，然后2024年的这个 July 6月96，然后10月呢113，然后2025的1月，是吗？这里多少？130、148、165、187，一家好的公司应该是这样走。但是你看它现在这些比率都保持得很平，对不对？没有办法，看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再走得更好，已经非常控制。当然这里呢往上走一大段，有没有？这里往上走一大段，就是这种往上走一大段，通常都是企业有一些转型，或是有一些那个业务赚很多钱。没有画面，等一下，哇，我自己刚才讲那么嗨了。有，我现在有画面了。这个是 NVIDIA 的，你有看到吗？那你可以看一下营业收入是这样，从这里放大会不会那个 revenue 不见？真的会不见呢？那我不要放大了，重新整理。我这个网站叫 CoinFeed，但你要用成我这个一样的图表的话，你需要去设定一下啊，有机会再教你们怎么设定，因为这需要花一点时间。有画面，这个是 NVIDIA 的财务报表跑出来的图。你看这里79、96、113啊、148、165、187 revenue 一直在往上。虽然你看他们那些损益表的那些比率都是维持在这个差不多的水平，但是它这个营业收入往上冲的话，他们公司一样会赚很多钱。那你看它为什么 NVIDIA 要生成世界第一的公司呢？你看他们在这边有没有往上跳？这边一个往上跳，往上跳就是那一些比率都走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里，知道吗？还有没有的 EBIT margin 对应到的是什么？哇，这个还要升级才能看。EBIT margin 对应到就是营业利润率就差不多是 EBIT margin。所以你看，从这里差不多多少？20，因为卖一个东西只会赚20块，对不对？但是走到这里呢，卖一个东西变赚60块所以他们才变成世界第一的公司。嗨，小付，小付，你的头贴很酷这是这样吗？你要改名叫大富，这样才会赚钱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财报了，我们继续讲它那个1229。那接下来我带你看第二个图，第一个图我再秀一下好了。今天直播比较长但是我把这个财报讲完好了，刚好有人问我就顺便讲一讲我之后也会拍影片再跟大家讲那个财报怎么用。好，那你看刚刚最下面这是什么 ？ROE 刚刚还没跟你讲那个是 EPS 刚刚跟你讲就是每股盈余嘛，就每股最后赚到的钱。然后 ROE 呢也没有往上走，那 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是巴菲特很注重的，他说至少要15%以上。对，那这个公司也没有15%以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表。这张表呢，我是把它拿来看什么？就是资产负债表。有画面吗？红鱼帮你有跟上吗？你还有什么不懂？你可以先发问。好，那我继续讲了有画面 ，OK， 那我继续讲一下这个怎么看。好呢，资产负债表是什么？资产负债表就是代表这家公司目前的钱是怎么运用，你可以这样想。
好，那通常我会看几个重要的东西。这个总资产，一家公司是怎么组成的呢？那钱有2种来源嘛。第一个呢，就是去跟银行借钱。那第二个呢，就是去跟那个股东募资啊，就你要不要投资我？那最后你赚到钱要干嘛？公司财务管理的第一个最大重要的法则就是要干嘛？极大化股东权益，就是要极大化股东权益。所以就是一家公司其实投资下来就是要帮股东赚钱的。例如我今天开一家面包店，然后呢你出25，我出25，我们一起开这家面包店，然后我们去跟银行借50块。那我们重点要干嘛？就是我们2个要赚钱嘛，对不对？那个银行借50块是要，反正最后都要还银行，所以就是要极大化股东权益。那你就看这个他们现在的总资产有多少？98.84。好，那他们的 total debt 就是他们跟银行借了多少？借了13.61。我对应到刚刚那个资产负债表一起看好了。这边看一下，先看这个资产负债表，都是先看最大项，总资产988.4，有画面吗？哎呦，没画面，切一下，就有对应到你刚刚那个 good info， 你可以对照着看。你有看到这个资产总额988，就是988亿。那988亿是由什么组成的？就是由负债跟权益组成的。那负债多少呢？193.8，这就是跟银行借钱的。那剩下的呢？剩下就是股东权益，就跟股东募资的。他发行股票，你们去买有多少呢？有794.6，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资产负债表。那其中有什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会看它的那个就是公司的手上的钱多不多，能不能支应那些债。然后我跳到刚刚那个图来看。好，你可以看一下 account payable， 这个叫你对应回去看的话，应该叫做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就是，他们那公司。其他家他们赚钱嘛，例如他卖面，然后人家给他那个单据，那人家还没给他钱，就是他之后会收回来的钱有2.17。那还有一个叫应付账款，应付账款就是他还没有付给别人的。通常呢，还没有付给别人的还有那些利息，还有一些利息在哪里？这个应付公司债，简单来说要看他资产负债表，只要看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些够不够周转，他的钱够不够周转，就他有没有借太多钱，因为你借钱是要利息嘛，利息很高，那你钱又来不及付那些利息的话，你就会公司就比较难筹出那些钱。那一家现金流良好的公司，他们就能做更多的投资，钱能做更多的应用嘛。但是这个太多项，我觉得这个资产负债表可能之后要解释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但是我先带你看一些比较基本的。可以看这个应收账款，这里7.89，但是应付账款只有1.84，所以他们的公司还算是可以去接应的。那这个呢，cash 跟 ST investment 就是现金及短期投资的话，有7.37 billion， 那也都是比那个应付的钱还多的，所以呢，这家公司的那个。资产跟负债还可以。那我们再回来看第3个呢，就是看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我用的是这里，FCF 跟 CFO 有画面吗？+1，这个 CFO 跟这个。FCF 一个代表 CFO 就是我们现在讲第三张表，这个现金流量表，有画面吗？有画面。现金流量表要怎么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入，这就是 CFO。那 FCF 是需要经过一些计算，没关系，你可以单纯先看这个营业活动。是现金流入，就他们这一季呢，2025第3季的营业活动现金流入就是刚说那个卖面嘛，对
不对？哎，卖面它不一定那个钱都是付现金，人家可能是付你一些票据，所以最后流进来的钱跟流出去的钱，就是人家到处来欠来欠去啊，对不对？但你最后营业活动流进来的是36.8，然后你投资呢，就是你去买一些厂房设备那些东西，不动产啊什么投资减了2.84，那融资呢减了20.24，融资减的比较多一点，你可以看一下比较大项是什么，就是发放现金股利，发放现金股利，所以他们都是融资去发那个股利给别人，那这样算起来还是正的，所以他们公司都还是在你这可以看到，就是期出现金的约当现金，就本期他们是流入还是流出？那如果都还是流入多，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公司的那个现金流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固。现金流量表差不多看这些。那还有一些这个网站还有什么可以看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发股利，刚刚看到下面发股利发蛮多的嘛，可以看一下他们股利政策。除权息怎么看？我看一下，股利政策往下面这里，2026发了多少？看起来2025发了一股可以拿1.8，然后2024可以拿2.1，2023可以发2，所以他们都差不多是在2块左右，大概都发2块左右的那个的现金。那它一张多少钱啊？它一张大概46块，这样就可以看它的殖利率。红鱼帮你应该要解析那个基本面，大概先讲这些，因为要讲细的话，这个讲不完。但我还可以跟你讲一下那个技术面怎么看。你想要知道技术面怎么看吗？我先看我直播多久，今天直播，看不出来，一小半。技术面怎么看？是不是？你想知道？那大家看一下1229这家技术面怎么样好了。好，那我们就跳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1229。联华，看一下这个联华。好，我们先把这个图给展开呢，大概我们拉个1年，先看1年的状况，差不多长这样。这个呢是有一点惨。我说你看到一张图，趋势的话先怎么看？就是先看均线，那我自己用的有三组均线，我前面应该有看我影片，有看过那个我的交易系统，应该有讲到这3组均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是20日均线，就是由20天的收盘价算出来的。那60均线呢，就是从黄色这里到这里，60天的收盘价平均算出来的。那120均线就是120天的收盘价算出来的。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目前呢，在这个位置，可以看画面没切画面感谢，还好，台顶要继续讲下去了。有了，这个就是联华的 K 线图，应该有画面的。好，可以先看到这3组均线，有看我影片应该就知道，这个白色是20日，然后黄色是60日，然后紫色是120日，均线就是收盘价的平均。那可以看到20天价格的平均在这里，60天价格的平均呢在这里，120天价格的平均呢在这里。所以3条均线目前都跟现价很近，但是目前的价格呢都在这3条均线之下。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呢？大家画一下，就是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死亡交叉，就是短期均线呢下穿长期均线，也就是这个白线向下交叉了这个黄线，所以呢价格呢就会开始往下走了。然后你又可以看到，目前20日的抵扣价在哪里？等一下
目前20日的价格，均线价格在这里啊，现价已经比它还低了，现价在这里嘛，20日前的价格在这里，那未来会怎么走？会这样往下走，往上走。那60日呢，在这边啊，现价也比它低。那120日呢，在这里，目前还有比120日还高，但是呢，已经比20跟60还低了，所以短期之内，这个白线跟这个黄线都会把价格往下压，所以这只股票呢，短期趋势都是向下走，短期趋势都是向下走的。那120日之后，价格抵扣价往上走，然后现价也会比这个120日价格还低，所以目前这只股票是空头趋势。红鱼帮，你有看我之前那个均线的用法那支影片吗？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一档股票近一年拉到这里的平均成交量啊，这个叫做成交量分布，就大多数人都是成交在哪里？都是成交在这个价格，这个是48.3块。那目前的价格呢？大多数人的成本都在这里，都在这边。目前的价格在这个大家成交价格之下，对，你去看，你要知道我在讲什么。有画面吗？我发现我只要有跳窗，那个画面都不会动了，好像是。这个成交量分布我之前影片也有讲过，去看一下，就是它目前的现价呢是比这个大多数人都成交在这个价格，那目前的现价比它低。那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价格往上涨到你的成本价，你突然从亏钱变成没亏，大多数人都会卖掉，对不对？所以又会造成压力，又往下跌。所以呢，目前大多数人在这个位置买进的人都是亏钱的。所以这张股票长期下来呢，我觉得目前看到新低好了，可能看到新低39.67块，可能会破底。所以这个多头趋势没有走成功啊，没有走成功，会往下走，差不多是这样。好，目前直播大概多久了？一小半了吗？2小了吗？真的假的？我开那么久吗？我这样噼里啪啦就讲了2小时啊。好，希望有解答到你这个问题。但我发现我是不是前一个东西还没讲完？就是怎么看那个，这个我讲过了，讲完了吗？怎么筛选这个你刚刚问这个嘛？什么上柜什么 ESG30，我让他讲到一半哦。但是这个方法都在这里了，那我刚才在讲是随便大概再讲一下就是他还要你的公司有发布这个永续报告书的公司才可以。那有发过永续报告书，这家公司会不会是利好？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帮助，因为这家公司 ESG 其实 ESG 的概念里面，其实也有在那个股东要赚钱的条件也在里面，所以有发布这个永续报告书，其实也是利好。但是他说什么？最近一次台湾永续评鉴非属黑名单或争议性的上柜公司，排除台湾永续得分最后40%的公司，这应该也算是有用的条件。但是其实这些条件都已经跟获利有一点偏了，都已经有一点偏了。我还是比较在乎他们的生意到底赚不赚钱，所以这些我觉得我都不会筛选这些股票。那它的权重计算呢？这个权重计算是有一点酷了啊。他说自由流通市值计永续绩效他要先算一个加权，然后分5个级距。台湾永续得分的级距是在前 5% 的呢，我就给它 1.6。5到 15% 1.4，前15到 25% 1.2，然后什么这样算，这样去加权，然后最后再跟自由流通系数，然后他们会用这个公式呢去算出要买这家公司要买多少 %，然后前5大成分股权重不能超过65%，然后再调整一下所以这些差不多就是他们的选股条件。那个红鱼帮你去看一下这些条件，你觉得跟获利跟这个 ETF 选出来的股票有没有关系？
好，那我是觉得有一点选的太细了，就是他们这个，永续得分越高，这 ETF 的我就配置它越多的股票，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太合理，还是不太合理。那你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之前选出来的股票，我有画面吗？有，它应该会有一个换股的那个地方，好，暂时找不到，但是这个选股方法已经告诉你了。那这个 ETF 应该里面也会讲它配到哪一些股票，可以去大概看一下，就是他们的标的指数，不是重大讯息嘛？怎么都不讲他们买了哪一些股票？通常会有一个技术通知啊，但是我记得就算这个没有的话，他们公司应该也要讲他们的这档基金配了多少的，他们最后选出来30档，然后配了多少的比重，应该也要讲一下。投资组合在这里，投资组合，是这里吗？对对对，这个是他们的投资组合。所以要买最多的公司是什么？你有看到吗？这个元大科技工业8069，没听过。元大科技工业是什么？奇怪，这个要 ESG 得分很高分吗？元泰看错了，元泰这个有听过。有画面吗？我先看一下，没画面，等一下切一下。你就回到刚刚我们那个基金的总览，然后你找到这家里面，然后这里呢上面可以选一个投资组合，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他们这个 ETF 持有哪一些股票，它配的权重是多少？有吗？有看到吗？这些就是用刚刚这些投资刚刚有带你看那个 PDF 的选股条件嘛，对不对？然后选出来那个他们的配股权重再加上去后，然后他们 ETF 就会按照那个指数的编制去配置这些股票，配出来的里面，所以你买这 ETF 就等于说买了这些股票，这就是 ESG 表现不错的上柜公司。对，那你就可以慢慢的去研究里面的公司啊，好不好？那我是觉得你刚刚最后的问题还是这家公司能不能长期持有，对不对？那我这边还是要回答你，我觉得不行，长期持有。虽然 ESG 是不错的题材，但是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们把某一些产业筛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符合的，是不符合的。就是那假如之后那他们钢铁产业也那个获利很好，然后变成台湾第一大的那个就是公司好了，像中钢走得很好的话，那这个跟你这个 ETF 就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刚开始都把它筛选掉了。但我觉得你要配置一个 ETF，那个优胜劣汰的条件你要想清楚。第一个，我觉得这家公司要稳定赚钱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你要配置一家长期能持有的公司，就是切一下画面好了。OK，就是你要找一家能长期持有的 ETF 的公司，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ETF 呢的优胜劣汰机制。优胜劣汰，就是它那个选股的标准跟配置的逻辑都会写出来嘛。像我之后可以跟大家介绍0050是怎么选的，对，那就是把一些产业筛选掉，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逻辑的，就单纯因为他们没有照顾环境，那就把它筛选掉，我觉得不是很好。他说什么 ESG 指数的话，那可以加减参考一下。但是如果你刚开始就直接把一些高耗能的产业筛选掉，那假如之后随便举个例子，假如 AI 很需要运用到一些电力，
然后他们需要大量的电力，然后最后都买了一堆电力，然后那个电力产业就涨了很多钱，那就跟你这个 ESG 都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先针对产业下去做筛选。那第二个呢，公司要稳定获利嘛，刚刚那个指数是编制上面是有这个规则的，就是他有说什么近世纪的营业利益要大于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想到一个点，就是公司务不务本业公司务不务本业，他们应该要先去算一个，就是公司要够务本业的这个比率，不然他其实搞不好大部分的收入都是什么，都是业外的收入啊，他们可能本业近世纪是挣，但挣很少，像刚刚那个1229你讲的那家联华一样，就大部分他们赚到的钱都是去投资其他的公司，而不是自己本业所赚到的钱。那这样我觉得也没有符合一个公司可以长期持有的那个点，因为你一定是相信他们的生意嘛，就你投资一家公司是买进他们的这个生意，所以呢，这个生意其实要看自己的公司，然后所以要讨论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务本业。那第三个就是他们是用什么 ESG 的指数去算那个什么投资这家公司的比例，最后是什么元泰这家公司占元泰科技工业占最大的权重。那你觉得这个会是有逻辑的吗？我觉得也是没有逻辑，除非有一个因子，就是有一种投资叫因子投资，就是 ESG 如果后来被一些财务的人定义是一个因子，这个因子就是有人做论文去研究说，只要 ESG 越好的公司，他们的那个普遍的收益都是更好，就是股价都是会涨，这是正相关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权重就可能有一点关系。但是你要想哦，就是他们是依照这个 ESG 的这个指数去调整他们的成分股，对不对？但是这个 ESG 的公告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例如，他每季就公告一次，或是他公告后，他们那个每一家公司的 ESG 评分就大洗牌。那这家公司就要干嘛？就要去换股。例如，他元泰从第1名掉到第10名，从12%投资剩2%好了，那他就要大幅去更换他的那些成分股。那你更换成分股的话，你大量这样短期的进出，其实会很多的手续费跟税，那些摩擦成本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他们用这种权重方式也是不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也会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讲，就是 ETF 有哪一些权重的方式，有分什么 equal weight 啊，跟 value weight 啊，他们这种权重方式到底怎样会比较好？像 equal weight 就是，假如我10只股票，每只公司都占10%这样。那 value weight 就是会用市值加权，假如像台积电，它的市值比较大，占了这整个市值，假如占了市值40%好了，那就投资40%的台积电，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这就是 value weight。那我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这个权重分配的方式。好了，那巴拉巴拉也开了蛮长的，还有人在吗？还有人在吗？我看还有7个人在观看，会不会只剩下红鱼帮啊？还有红鱼帮之外的人，还有真的在听我直播吗？还是那些都是机器人？还在的，有，真的假的？很感谢你Z8221，红鱼帮你还在？我希望今天的直播对你们有帮助啊。那前面讲的太沉重吗？可以闲聊一下。BT 你还在？嗨，可以闲聊一下，有吗？今天的直播有帮到你们吗？就是想说，等一下就要关播了，美股也开盘了，大家看一下美股好了。没什么涨跌啊，不看了。我身边有人在做个股分析吗？其实没有我学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我自己上网学的，我身边真正投资的人不多我都是上网在自己看自己学这样。Z8221，你投资很多年了吗？
感觉你应该也是那个经验老手了。我还很菜啊，就是我拍影片嘛，从那个主动投资者跳到被动投资者，然后现在就是单纯的做那个 SP 的配置，就是3倍的杠杆 SPY 的配置，然后就是有时间就慢慢在学习怎么那个择股择时。择时我觉得我有自己一套看法，然后但是择股呢，我觉得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我觉得择股应该都是做不到，还是要相信一些大机构去做的分析。你小韭菜哦，没关系啊，大家刚开始都是小韭菜，就是可以慢慢学习嘛。啊，那明天感觉也是很冷啊，大家要注重保暖。不要被洗出场就没问题了。哎，你这个被洗出场的话，就是要看你是投资什么。就是如果你都是用闲钱投资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种被洗出场的问题啊。就是第二个可能就是如果你有加杠杆的话，那也有可能会有这个被洗出场的问题。我自己投资 SPX 了，我有自己一套的择时方式，我是用200日均线去做择时的，所以真的跌破200日均线，我就会出场，然后全部都会换成债，然后先观望，然后最后站回去的时候，我也再买进去。然后这个策略也是有那个论文去回测，就是确定会比单纯持有 SPY 还赚钱。哎，请问联华会不会未来跟巴菲特一样都是投资公司？没有啊，他现在就是在食品产业里面啊，所以你说一家公司之后会变成投资公司吗？我觉得台湾有这种投资公司是真的蛮少的，就是台湾比较少像巴菲特这种投资公司。有机会也可以来介绍那个伯克夏，就是巴菲特的投资公司。巴菲特最近退休了，你看真正能像他做到，做一个投资公司出来，我觉得很难啊，很难啊。然后巴菲特也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就和一个主动基金经理人对赌，他说他就买 SPY，然后看那个主动基金人对赌不知道多少钱，然后就说如果你什么几年后跑赢我的话，输的就去捐什么慈善机构捐多少，然后最后那个巴菲特就买 SPY 就赢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主动交易、主动择股去做到打赢大盘，在近几年是非常不容易的，近年是非常不容易。像最近台股上3万，然后0050报酬，哎，我刚开始有开那张图给大家看嘛，就是0050的报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哦，换一下画面。又没画面了。我用另一个开好，就是0050的报酬，近一年是42.2%，那你就可以去问问看嘛，就是你有没有你自己做一年的报酬率，你100块有没有变142块？你投100万有没有变142万？就是如果有还原全息的报酬嘛，这个应该就是还原全息的吧？年报酬率啊，42.2%。然后上次那个直播，我记得我也跑过嘞，就是0050我也跑过了。那个我拉掉了吗？拉掉，就是我有跑一个，现在就可以拉那个报酬给你看了，就是这个已经还原全息了。假如你从1月1号买进去，那你拿到现在45.72%，45.72%。你从20251月进去哦，那如果拿到2025的最后一天呢？拿到2025的最后一天有35.78%。请问你有长期抱着都不卖出的股票吗？我现在全部都是买 ETF 啊，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全部都是买 SP 拆了，就是 SPY 的3倍杠杆 ETF，然后
S&P 500就是美国前500大的公司，就跟0050很像。0050就是台湾前50大嘛。那我是买美国前500大的公司的杠杆型，就是3倍。对，那长期抱着都不卖出的股票吗？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选那种长期抱着都不卖出的股票，我觉得就是先去选那种很大的公司、大市值的公司，就是什么像 AI 嘛，NVIDIA 嘛，对不对？Google，然后 Apple 这种，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就是他们的资源也都是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大家都需要他们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选那种长期不卖出的话，在台湾，我觉得你就选台积电。台积电之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积电，就是它是为什么台股会上3万，其实跟台积电成功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有看一些国外的报告，就是它原本是做电子消费吧，电子消费，他们现在成功的转型成 AI 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台积电，你觉得它现在只有这个市值吗？我甚至觉得它之后还会涨更多，台股4万指日可待。我们聊到11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那个，我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直播上面留言。我们聊到11点我就关播了，也可以聊一些跟投资无关的啊。我们已经讲一整晚的那个直播了。大家最近有看电影吗？我最近上礼拜有去看一个家事服务，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也蛮好看的。然后前几个礼拜有看那个《动物方程式》，也蛮好笑的，但我没选到英文版。请问你怎么没有配置 QQQ 和 TQQQ？你讲的很好，你讲的很好，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是单纯个人喜好，就是你知道 QQQ 是怎么选股出来的吗？就是一样，我也可以开一集跟大家讲那个 QQQ 是怎么选的。就是它其实是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其实很多就都会是科技股，那是因为现在刚好最重要的是科技股。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世界转变了，变成金融股是最重要的，或是什么那国防股是最重要，那这个跟这个科技股都没有关系的话呢，我觉得 QQ 就不会走这么好。但是你说短期内，你说能不能配置 QQ，我觉得一定是可以，因为现在一个正常常理的，就是都可以判断得出来，现在 AI 就是领头羊，而且很多什么数据公司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都都是指出 AI 目前都只是在一个很初步的阶段，它都还没到那些完全可以商用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AI 绝对是还有至少5年啊，我这样自己看起来看一些报告，我觉得5年 AI 才会真的走到非常的成熟，所以你说现在能不能配置 QQ，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那只是就是我单纯就是想要配置台湾美国前500大的公司而已。所以你说我的那个投资策略之后会不会换成配置部分的 QQQ？我觉得也有可能，但目前我觉得 SPY 走的是比 QQQ 还好的。红鱼帮你有买美股吗？还是你都只有买台股？好了，剩下5分钟，我就要关播了。好了，我看应该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如果这一集的直播，对大家有帮助的话，然后我大概也从这一次直播也大概有
得知到我之后要做哪个方向的主题啦。好，那我们就不等到11点了，我们差不多要关播，也很晚了。好啦，有配置 QQ 跟 XLK 哦，那你也是有配置美股嘛？那不错啊，只是 XLK 是那个之前有一个女的吧，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都只有少少的1、2股。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配置多一点的股票在被动型的 ETF。今天也有带你去看哪一些 ETF 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的话，你那些东西你都看不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选一些市值比较大的 ETF，像台湾你就选0050，然后美国呢你就选 SPY 你选 QQ 也可以，就是那些市值比较那个基金的规模比较大的那些 ETF 先去配置。然后呢，你可以从配置的时候，然后定期去观察它里面的换股，对，它里面的换股是怎么换的，然后跟他们选股的逻辑是怎么选的，然后你去追踪一下，去观察里面的那些公司的财报，那你再去看一下，跟其他公司比的话，就是跟其他公司比他们的财报，你就会大概慢慢有一个雏形，你就大概知道怎么选股。对，我自己选股，我也还在学习，我真的说我也还在学习，因为选股我觉得是，那个一般的散户是做不到的啦，我还是觉得一般的散户是做不到，而且我觉得你甚至要到全职的投资者，就是你现在没有上班，然后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研究研究，我觉得才能做选股，不然大部分我觉得你都是选 ETF 或是一些大市值的。台湾你放0052，我今天有讲到0052，我那时候你有进来了没？0052，之后也可以介绍一下。小台积你是那个台子期吗？台子期吗？小台子吗？其实我现在才看懂你的，你的照片好像是牙齿辛苦了，下次记得切换面。没有，我之后，我有买一个那个辨析屏，就是我会放在这里，这边就是我的直播画面，然后这边就是，这边就是那个聊天室的那个的状况啊，这边就是我的直播画面，我就不用一直切，因为好像都是我一直切去看我的那个直播软体，然后才会导致画面有这种状况。啊，我之后会留意，但是这礼拜六我应该会在直播，明后天不确定，看看有没有看到一些可以分享的，有可以分享我就会直播。然后礼拜六会有我的投资账户记录，那时候就会直播。那时候我的那个另一块荧幕应该就到了，然后我应该就会比较顺一点了。好啦，那今天先这样了，大家还应该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嘛？想要问的，可能我要下一次才能回答。我就11点关播，然后最近那个天气变冷了，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寒风刺骨，真的要注意啊，就是不要感冒了。然后明天我会上一支影片，那一支影片是讲江南银行的，就是还没有江南银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明天影片。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在2026年大多数人都应该有一个存网，就是蛮好用的，我自己也用很久。然后下个礼拜是讲我之前怎么做交易记录的。下个礼拜是讲怎么做交易记录的，然后下个礼拜是讲 ETF 的介绍。那我之后的可能方向可能会跟大家开始介绍一些比较大的 ETF， 他们是怎么选股的。OK，也很感谢你的参与。如果没有你，我今天的直播可能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唱独角戏。我怎么要关播用这么多人冒进来？怎么回事？但是还是感谢今天有来看直播的各位啦。好了，那我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之后再见，拜拜。